你听我讲，今天我要说一个每家每户都在犯，但从来没人告诉你真相的事情，就是你家里那些旧衣服，你打开你的衣柜看看，再打开你的储物间看看，是不是塞得满满当当？是不是连门都快关不上了？你心里是不是一直觉得把不穿的衣服捐出去是在做善事，是在积德，是在环保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摸不清这里面的门道，你根本不是在积德，你是在把家里的福气往外扔，你是在亲手把财神爷往外赶，你是在敞开大门，欢迎晦气进来坐沙发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家里那些不穿的旧衣服上面沾的是什么东西？沾的是你的气场。你自己穿过的旧衣服，沾着你的疲惫，沾着你的病气，沾着你那一整年的霉运，沾着你那段时间流过的眼泪，沾着你生闷气时冒出的冷汗。旧衣服就是你个人气场的垃圾堆。你现在就去打开衣柜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堆着一大堆等瘦了再穿的衣服，是不是堆着等场合到了再穿的衣服，是不是堆着等明年再处理的衣服。我告诉你，你等不到的，那些衣服上的陈旧能量就这么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在你家里发酵，在你家里腐烂，慢慢变成一股你看不见的阴气，窝在你的客厅，趴在你卧室的角落，一点一点搅乱你整家人的运势。这还没完，你那个衣柜里是不是还挂着几件过世亲人的旧衣服？是不是还塞着几件跟你闹翻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朋友的旧衣服？是不是还藏着几件那个让你伤心欲绝的人的旧衣服？你留着这些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在怀念旧情，你以为你是在重感情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是在用这些阴气极重的矛，把那一段糟糕透顶的过去死死钉在你现在的生活里。风水上最忌讳的就是死水，那些不再被你使用，不再让你开心的旧衣服，就是你家里的死水。这股气不流通，你的财运怎么可能会通？你的人缘怎么可能会顺？你的身体怎么可能会好？你现在就可以在评论区打下这几个字：清理旧物，迎接好运。你把这句话打出来，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。你告诉宇宙，我不要那些旧能量了，我要新的。你把这几个字打出来，我就接着往下讲。我告诉你们，为什么很多人捐衣服捐来捐去，最后把家都给捐败了。我见过一个在台北做小生意的老板，人很老实，心肠也好，做了10几年生意。他老婆有个习惯，特别爱干净，每年都要把家里不穿的旧衣服收拾出来，捐给寺院，捐给回收站。他觉得自己是在帮老公积福报，是在做好事。结果怎么样？做了3年生意越来越差，家里开始出怪事，不是东西莫名其妙坏掉，就是晚上老听到楼上有弹珠掉地的声音。他老婆的身体也开始走，下坡老是觉得累，这里痛那里痛，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任何毛病。后来他经人介绍来找我，我一进他家门什么都不说，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老婆是不是特别爱捐旧衣服？他吓了一大跳，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说我看出来的，你这个家里充满了一种被放弃的能量。各位，你们要听懂这个道理，你捐出去的不是旧衣服，是你对那个东西的嫌弃，是你这东西我不要了，我配不上他撂的心思。你以为你是在布施，你错了，你是在向更高维度的空间释放一个信号，你在丢弃，你在放弃。你丢掉的不是衣服，是你自己的气数。你那个不要了的念头一次次被强化，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也在你家的风水气场里形成了一道裂痕。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做慈善的人做到最后反而把自己做穷了，把自己做病了。发心不对，布施就是在作孽。你做善事要怀着一种感恩的心，要怀着一种这件东西陪我走了一段路，现在我把它的福气传递出去的心，而不是那种这破衣服终于处理掉了的心。反过来讲，你留着那些旧衣服，你又是用什么心在留？你是真的珍惜，还是你放不下？你是真的需要，还是你只是习惯了拥有这个问题？我要用一个历史大人物的故事来跟你讲明白。这个人你们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但你知道的故事版本80%都是错的。这个人就是曾国藩。你印象里的曾国藩是什么人？是清朝中兴名臣
平定了太平天国，官做到了一品大员，权倾朝野，门生故旧满天下，对不对？但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个人曾经被逼到跳河自杀过，不是一次是3次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统领几十万大军，号称湘军统帅的人，居然被逼到要投水自尽，这里头的事就不是你听说的那么简单了。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，一个普通农家族，上几辈人都是种田的。他考秀才，考了7次才考上。第7次的时候，主考官把他的文章贴出来当反面教材说，这个人资质太笨，写的文章根本不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20多岁的人被当众羞辱成这个样子，换做一般人早就放弃了。他没有，他回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把过去写的文章全部翻出来，一篇一篇地看，一篇一篇地改。他做了一件事儿，他把那些不满意的旧文章，那些他觉得丢脸写的不好的旧文章，不是撕掉，也不是烧掉，而是整整齐齐的叠好，用一个木箱子装起来，在封面写了一句话，此吾之耻也。3年后再看，他留着那些旧文章，不是为了怀念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你看你曾经有多差。后来他果然考中了，又过了10几年，他做到了礼部侍郎，算是朝廷的中级官员了。但那个时候清朝已经烂到骨子里了，官场腐败，民不聊生。曾国藩是一个特别讲理学的人，他看不惯这些，就上书给皇帝批评朝政，这一下得罪了一大帮人。结果呢，他被排挤，被孤立，被嘲笑，在北京待不下去了。刚好他母亲过世，他就借着守制的名义回了湖南老家。他回到老家的时候是什么状态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，官场失意，理想破灭，被同僚当成笑话，回家又被乡绅瞧不起，说他是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。他那段时间整个人是垮掉的，脾气暴躁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跟弟弟吵架，跟邻居吵架，甚至跟自己老婆吵架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谁也不见他，老婆端饭进去，他骂人家，孩子来找他，他吼孩子走开。但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把在北京做官时穿的那些官服、朝珠补服全部翻了出来。那些衣服曾经是他最风光的时候穿的，他穿着他们上朝见皇帝，宴请同僚。但现在呢，他看着那些衣服，越看越觉得恶心。他觉得那些衣服代表了他过去的失败、虚伪、懦弱、讨好和逢迎。他本来想一把火全烧了，但就在他要点火的那一刻，他停住了。他看着那些衣服，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在气什么？我气的是这些衣服，还是气我自己？他想了很久，最后想通了。他气的是他自己那颗不甘心的心。他气自己明明想做清官却做不成，他气自己明明想救国却救不了。他气自己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到头来还是被现实打败。他把那些官服重新叠好，没有烧也没有扔它，把它们锁在一个箱子里，放在书房的角落。他在箱子上写了一个字，待，等待的待。他要等自己有资格穿他们的那一天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曾国藩变了一个人。他开始读老庄，读易经，读王阳明的书。他以前觉得老子和庄子讲的都是消极避世的学问，但这回他读进去了。他读到老子说上善若水，读到知其雄，守其雌为天下，喜。他开始明白自己以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，是太刚、太硬、太满。他以前处理事情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非要跟人硬碰硬，结果呢，碰得头破血流。他把这个感悟写进了家书里。他说，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天底下没有一件事不是从苦难里磨出来的。你想走得远，先要学会吃苦；你想变得强，先要学会低头。后来太平天国爆发，清朝的军队打不过，朝廷才想起来还有曾国藩这么个人。皇帝下令让他去湖南办团练，就是自己组织民兵去打。曾国藩接了这个差事，但他手上1没兵，2没饷，3没权。他求当地的官员帮忙，人家根本不理他，觉得他是个书呆子，成不了事。他去跟商人借钱，人家怕他还不起，门都不让他进。他手下的兵跑的跑，散的散，连饭都吃不上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里，曾国藩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。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，
又把那些旧官服，就是他在北京穿过的那些，拿出来托人卖掉，卖得的钱全部拿去买了粮食给士兵们吃。有人问他，那些官服是你最后的体面了，你卖了以后怎么见人？曾国藩说了一句话，体面是留给别人的，命是留给自己的，兵都活不下去了，我还要什么体面？你看这个人他变了，以前的他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，现在的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那些旧官服他留着的时候是执念，是过去的包袱，他卖了他们，不是扔掉体面，是放下了那个过去的自己，他不再需要那些衣服来证明什么了，他要做的是眼前的事。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，湘军打了胜仗，平定了太平天国，曾国藩成了大清第一功臣，他封侯拜相，权倾朝野，但他一辈子没有再穿过一件新做的官服，他穿的永远是那件洗得发白、袖口磨破的青布马褂。有人问他，你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，为什么不穿好一点？他说衣服够穿就好，人的福气是有定数的，穿得太好怕把福气用完了。他对旧衣服的处理有一条家规，那些真正破了不能穿的，他让夫人拆成布片，用来纳鞋底或者补别的衣服。而且他在拆之前一定要对着那件衣服说一句话，辛苦你了，借你的身成我的事儿。他说万物都有灵，你用它的时候对他好，他就会护着你。有一次他的一个部下看他穿得太破旧，偷偷给他做了一件新的绸缎袍子放在他房间里。曾国藩回来看到，问是谁送的，然后让人把袍子叠好，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。他跟那个部下说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件衣服我不能收，我现在穿的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带的这支军队，他打胜仗靠的是什么？不是靠我穿的多光鲜，是靠我这个人站在那里让士兵们信得过。这就是曾国藩，他这一生最厉害的不是打仗，不是做官，是修心。他把一颗浮躁的、不甘的、充满执念的心修成了一颗安静的、通透的、知进退的心。他处理旧衣服的方式就是他处理人生的方式，不贪不恋不气不悦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真正的转运不是从求神拜佛开始的，是从你愿意放下一些东西开始的。那些你舍不得扔的旧衣服、旧物件、旧关系、旧念头，他们不是你的财富，他们是你身上的枷锁。你今天为什么总觉得累？不是你身体不好，是你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舍不得丢。听完了曾国藩，你想想看，你自己的衣柜里是不是也锁着一些你放不下的东西？你留着那些衣服，到底是在等什么？你是在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，你是在等一个再也穿不下的尺寸，你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场合。我告诉你，你等不到的，你等下去消耗的是你自己的福气。那么具体要怎么做？我教你一个方法，简单到不行，你回家就能做。第一，把你家里所有旧衣服翻出来，不要看，不要想，就靠你的心去感受。你拿起一件衣服，闭上眼睛，你感觉一下它给你的是什么感受？是温暖，是很久以前的快乐，还是沉重、悲伤、厌恶、凑合？听好了，凡是让你心里不舒服的，不管它多贵、多大牌子，是不是还能穿，扔掉，毫不犹豫。因为你的身体比你的大脑聪明，你的身体知道什么对你不好，你留着它就是在折磨你自己。第二，你要处理掉的旧衣服，不要直接扔垃圾桶，那是对衣服的不尊重，也是对天地的不敬。你要把它洗净、晾干、叠好，装在干净的袋子里。你要在袋子外面用红笔写一个福字，或者写一句感恩，写上福气传递，然后用干净的箱子装好，放在家门口3天，意思是让天地见证你的善举。3天之后，你再把它放到旧衣回收箱，或者捐给真正需要的人。这个过程，你是在把你对旧衣服的丢弃念头转变成传递福气的念头。你这一转，你家的气场就从堵塞变成了流动。财运是要流的，福气是要动的，你把它变成流动，你的运势就开始转了。第三，衣柜整理好以后，你要在衣柜里面挂一个小的葫芦，木头的、竹子的都好。葫芦收煞化气，能把那些残留的阴气吸走。或者你买一把粗盐，用纱布包起来，放在衣柜角落，放1个星期。盐能吸晦气，要定期换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
这不是随便讲的，这是从阴阳角度讲的。你处理掉旧衣服，你马上就会觉得你的胸口不闷了，你呼吸都变顺畅了。有人感觉头重脚轻的感觉没了，有人感觉原来昏昏沉沉的脑袋眼皮都青了，这就是气场通了。你家的财路就是要先从你那个塞满旧衣服的衣柜开始通。你家父母身体那个老毛病你断不了根，最大的原因不是药不对，是你家里的旧气太重了。你去看看那些年纪大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这里痛那里痛？除了身体机能衰退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舍不得扔东西，他们把几十年的负能量全都囤积在家里，囤积在衣柜里，囤积在床底下，囤积在储物间。那些负能量一天不清理，他们的身体一天就好不了。我讲句不好听的，那是在做吃自己的福气。旧衣服还有一个最要命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本事不小，但就是赚不到钱，或者赚到了也守不住。你去看看他家里，特别是主卧的衣柜，是不是塞满了旧的、破的、不穿的衣服？在那个风水局里，衣柜代表的就是你的库，也就是你的金库。你把金库里塞满了破布、烂布、过时的布，你的钱进来以后也会被这些烂东西干扰，留不住。你想发财，先把你的库清理干净；你想要富起来，先把你家接福气的通道打扫干净。你不扫，福气来了进不来；你不扔好运，到了没地方住。还有一个更深的道理，我今天也一并讲给你们听。从命的层面讲，一个人命运的流转和他生活环境的气机流转是一体的。你家里阴气重，你人就不可能阳。什么是阳？积极、健康、向上，有钱、有朋友。什么是阴？消沉、病痛、穷困、孤独。你那些不穿的旧衣服，每一件都在为你的阴暗面添砖加瓦。你以为那只是一堆布，那是由你的无名、拖延、不舍、纠结、软弱、恐惧，还有过去的失败与痛苦共同编织而成的一张大网，把你和你这个家死死罩在里面。你现在看看你家的衣柜，你看到的是布，我看到的是你的业障。各位听我一句劝，也是最后的法门，你回家做这件事，做之前，你先在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把窗户全部打开，让心气进来，然后你心平气和的把你衣柜里的每一件衣服拿出来，用手摸一摸，用心问一问，我这些年穿着它的时候是好运多还是衰运多？如果穿上它你总是倒霉的，赶紧扔；如果穿上它你总是心情不好的，赶紧扔；如果穿上它你总是生病的，赶紧扔你，留下那些让你感觉温暖、自信、好运的衣服，那是你的好运战袍。你这样做完，你整个人的气场就不一样了，你会感觉你后背都是热的，太阳穴都是亮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这个扔不是乱扔，我刚才说了，要洗净，要叠好，要包好，要有感恩心。然后你处理完以后，你再买一件像样的新衣服，深色的，最好是藏青色或者深绿色，放在衣柜的正中央。为什么？因为正中央是太极位，你用一个干净、稳重、有能量的新衣服镇住这个位置，就等于在你家的财库上打了个桩，把好运气定住了。然后你从那天开始，你进一件新衣服就出一件旧衣服，保持一个动态平衡，这是最上乘的穿衣风水。只进不出那就是赌，只出不进那就是空，有进有出，这叫流通，这叫生生不息。财神爷最喜欢的就是流通的气场。各位，你静下心来感受一下，你是不是听了之后马上就想回家把衣柜给翻了？有这种感觉就对了，这就是你的灵性在觉醒。你知道你今天缘分到了，你让我给你醍醐灌顶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。你做这件事不只是在整理衣橱，你是在清理你的过去，你是在给你的未来腾位置。各位听到这里，再帮我一件事，你如果觉得今天讲的对你管用，现在就看屏幕下面把那个赞按下去。你记住，这个赞不是给我的，是你自己对宇宙说，这份知识我收下了。你这一按，能量的源就接上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知道很多人是刷进来的，但在我们中医跟易经的世界里没有偶然，你能刷到就是你命里该得这份东西，这是你该有的福气。但缘来了你不接，它就走了。所以现在看我手指右下角那个订阅钮，给我按下去，免费的，1毛钱都不收你。
你别跟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就算了。你今天离开这个视频，明天算法一变，你再也找不到我。你不订阅这条线就断了，断了线。福气要来的时候，门是关着的。你说急不急？从能量的角度讲，订阅就是你跟宇宙下订单，你选择要这份福气，你选择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宇宙会记住这一按。我话说到这里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好，最后我还要送你一段话，比前面所有方法都值钱。你给我听完，不要等到你生病了才想起来要养生，不要等到你穷了才想起来要清理，不要等到你家里乱了才知道整理人的运势，就是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琐碎事情里一点一点漏掉的。你每天花10分钟检查一下你的衣柜，检查一下你的储物间，检查一下你的院子，看看有没有那些被你遗忘了、被灰尘覆盖了、被煤气沾染了的东西。你清理掉它们，你就是在给自己积阴德。阴德是种在你命里的种子，它会长出一棵可以在风雨里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无论多倒霉都能绝处逢生吗？因为他的家里干净，他的心也干净，好运来了能住进来，灾祸来了没地方落脚，转一圈就走掉了。而有些人看着精得很，其实他家里就是一个好运的拒收站，霉运的招待所。你想当哪一种人？你自己选择。你回去就把你衣柜里那些超过2年没碰过的衣服，超过1年没穿过的鞋子，全都给我请出去。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，感恩他们，送走他们。然后你再站到你家里的大门口，你深吸一口气，你看看是不是空气都变新鲜了，你感觉是不是家里的阳光都变亮了，那就是你的家在对你笑，那就是你的运气在敲你的门。最后记得在评论区打上你所在的城市，比如洛杉矶开始清理，或者台北接福气来，你在哪里，我这份祝福就送到哪里。你打完这一句，你就开始行动，别拖延，拖延是最消耗福气的。今天听懂了就赶紧去干，别人还在囤积破衣烂衫的时候，你已经把福气的通道打开了。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。我不多说了，赶紧去吧。